欢迎娱乐的网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新特，欢迎收看娱乐新鲜派，解锁我和你的无限可能。那你在海花岛哭的最惨的经历是什么？哎呀妈，那太多了，你说哪个？好多都挺惨的。哭的最惨的一次，应该是那一次我跟远哥一起过生日，那是一个比较奇妙的经历，你知道吗？就我跟远哥是同一天生日，他们就是给远哥准备了一个惊喜，但是他们在前一天对我就是很冷淡，故意对我很冷淡，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，然后第二天就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惊喜，就绷不住哭的贼惨。我们当时有训练室嘛，在训练室里面，他们给远哥过完生日，然后我就感觉为什么都不记得我的生日，然后突然就灯一关 ，Patrick 就端着一个蛋糕上来，然后所有人给我唱了个生日快乐歌。飞鹰计划2.0飞鹰行动是谁发起的吗？这个就是那天我们晚上，就是大家都觉得自己饿了，然后又知道拳馆是有泡面，然后6个人就一起去偷了个泡面上楼吃了。看到博远跟小丽也和你一起去，什么感受？没想到这2个人跟小孩是他俩那个速度最快。远哥这么说的：“你们5个先去，我帮你们拖住拳馆，这边交给我，你们放心。”然后他就跟拳馆打上交道了，拳馆们挺喜欢他的，然后就跟他唠嗑。我们5个人就去偷，偷完了之后我们就跟远哥楼上见，然后他给我们回了个手势，楼上见。2分钟没到，他已经在上面了，吃的还蛮香的那一天。那后来拳馆发现自己泡面少了吗？他们至今不知道这个事情。有时候年轻事的时候，你会和谁聊天？那些事我会跟于耕耘，还有吴宇恒，还有吴海，他们就是我的垃圾桶。平时不会给别人说的事情，我会给宇恒聊，很像我的一个垃圾桶。经常往里面丢垃圾，就我什么话都要往里面说，就是他们就经常会教导我，跟个父亲一样。那开场之后，你最想请谁吃饭呢？昨天我回来，本来想请吴宇恒、何一凡、于耕耘、傅思超、吴海5个人一起吃饭，你每一个都不在，就请他们这几个吧。有没有最想的？谁和你的初印象是反差最大的？我想想，米卡，我的天啊，我对米卡真的是，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哦不对，应该是紧急大强。表面上看上去是个很可爱的小孩，接触久了知道他有多二嘛，就很中二，不是那种乖乖的那种孩子，很逗。那谁是胆子最大的，谁是胆子最小的？胆子最大应该是我自己吧，因为我对那些就不太害怕，然后胆子最小的，他们胆子都挺小的，我觉得。说到一位学员不为人知的生活中的 TMI。生活中的，我想一下啊，吴宇恒有一次练了2天没洗澡，我洗澡，这个算吗？好算了，昨天我海报让你疯狂哭。他真的很爱哭，会莫名其妙的突然哭。我没有疯狂哭泣，他还给你留了一个问题。我和吴宇恒掉进水里面，你要选谁啊？我可以都不救吗？掉水了挺开心的，掉吧，我都不想救，2个都不想救。平时常去哪个宿舍串门？请形容一下每个宿舍留给你的印象。1201吧，我都上恶人榜了，我还不经常去吗？可能是每个寝室都这样吧，但是那个寝室让我印象最深，就是我们刚刚开始选寝室的时候，1101是最干净的，就是很大，然后又干净。但是过了1-2个月之后，我进去发现这不是我来过的地方，这是我梦里到过的地方。就是你得颠着走，你不能就是正脚下去，你得颠着过去。我找吴宇恒，我感觉就翻过了一座山。他那个区域还是干净的，但是那个门口那一块，就是你没有落脚的那个地方。然后还有一个印象最深的是1201，他们有一次打了个地铺，袁不灵啊、优雅他们那些床垫铺到地下，然后一起打地铺。然后我就想着，哎，这个想法还不错，然后我就跑到603直接打了一块地铺。你觉得谁是海花岛交际花？哦，我跟你们说，米卡跟谁都是 best friends。郑涵江是他的最好的朋友 ，Helen 是他最好的朋友，于耕耘是他最好的朋友，小九是他最好的朋友，吴宇恒是他最好的朋友，我也是他最好的朋友。他就没有说别人不是他最好的朋友的一次，我就没有见过，都是他最好的朋友。那他为什么把戒指送给了你？那他还送给郑涵江别的东西了，又不是只送给我。这个是他送给我的戒指，我一直戴着。这个戒指好像他说就只有2个嘛，然后他一个我一个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是为什么呢？太有魅力了吧。能否分享一个印象最深的练习室的故事？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练习室应该是就是 Love Boy 那几次吧，因为我们平均年龄段都很小，
然后我们几个就是玩得很开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跟紧急大翔，我一直追着他打，就是跟他在玩吧。听没？小他妈的！Loverboy 那几次让我印象很深吧，就可能这辈子都忘不掉的那种感觉。那你觉得你和吉祥弟弟谁更调皮一点呢？吉祥，反正不是我。你做了什么事情把603跟宿舍的哥们气到又爱又恨？是为啥呢？这个不对，要不打个电话问一下？等下我打个电话给凡哥哈。喂，凡哥。哎，凡哥你在干啥呀？我在车上呢。Much later。问你帅呢？帅，那你凡哥必须得帅。我没说你帅，谁说你帅？我说问你帅，这耳朵不太好使。问你帅，就是我吧，我那个什么，为啥？我为什么让你又爱又恨啊？因为你很可爱啊，而且你每次也零食最多。来，继续夸。我们也不高兴的时候，你也会过来陪陪我们，反正很可爱你。然后为什么恨你？你太吵了呀！我哪里吵啊？你一天到晚呜呜叨叨的。算了，不跟你唠嗑了，再见。拜拜。拜。全都是600米违章拍照，天哪，谁要跟他唠嗑啊？吵死了。把毛巾折成小熊送给了朋友小马，送了礼物给李浩宇，你为什么会准备这么多礼物？其实没有准备很多礼物，当时我那个小熊毛巾是想送给全营89位学员的。然后没想到自己拿来用了，因为我毛巾丢了，我就一根的抽了，只剩20个了。虽然佐藤永祥是因为他当时蛮不自信的，我就希望他可以自信一点。然后尹浩宇他也一样，他是个很不自信的人，然后我就送他了一个小猪，那个小猪我只有一个，然后我就送给他，我希望他可以找回就是出舞台那个状态，因为他出舞台他非常自信，他是那种只要站在舞台上。灯光打在他脸上，只要站在那边不动，大家都会喜欢他那一种。就我想他找回当时那个感觉。听说很多国际学员嘛，比如吉祥弟弟他们，你会担心以后就是见不到他们吗？会，我很担心。就是淘汰的时候，即使到了3公离开，我还会很难受，就是因为有些外国学员可能离开了之后就再也见不到了。那你最后一天离开的时候和吉祥弟弟有什么约定吗？一言难尽。那天我不是说我去找吴宇恒吗？我找到一半，我就不敢继续找他了，因为我怕找到他就哭。找到了紧急大翔房间，他在睡觉，我一巴掌给他呼起来了。还有，我说我先走了，他说，拜拜，辛苦了。我说好，你继续睡觉吧，啊，辛苦了，拜拜，啪，睡着了。OK， 我就直接走了。其实回来之后，我打个视频给他，我问他，你当时知道我跟你说了什么吗？他说不知道。那说明你们的故事未完待续嘛，还有以后的。嗯。你以前在音乐平台已经有一些粉丝了，那为什么想到来这个节目呢？说实话，我去创造营2021就是不想只限于视频上，我想让大家在舞台上看到我唱歌，我想让更多人看到我唱歌，而不只是在手机上。这15秒的视频，你们不足以了解我有多会唱。现在还觉得自己是18到20岁的最强 vocal 吗？没有之前那么敢说了吧？我也会是创造营2021 18到20岁里最强的 vocal。我当时说，我说离开之后，我希望可以找回最开始的那个自己，好像现在还没找回来，就是还不够自信吧。但希望再过一段时间可以再自信一点。怎么让你就是有点迷失自己这样的状态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总感觉那里既属于我又不属于我。我是个 vocal， 但那里又是个唱跳的舞台。我出舞台，我敢说，我说18岁到20岁唱的最厉害，但是人家敢说他是18到20岁唱跳最厉害，那我怎么回答？因为这个可能就让自己信心磨了很多吧。那你在眼里最开心的一次表演是什么呢？最开心的就是 Loverboy 那一次的表演，让我感觉，哇，原来我唱跳是可以的，然后跟大家相处的又很融洽。我们那6个人就像6个刚刚步入社会，就是很单纯的6个小男孩，汇报演出一样，你们知道吗？就很放松那种状态。我们那一次的比赛，我们对战 Radio 的时候，我们根本就没有想过我们会赢。我们为什么要进步男孩？因为我们就觉得自己有进步就够了，但没想到最后赢了，就感觉那一场很开心，玩得很嗨。最初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第几名呢？不要议论有。那算是很好的完成了目标。太好了。现在会觉得自己红了吗？自从经历了北京那次接机吧，就感觉自己还是有那么一小点点的热度的了。之后的话，你对自己是怎样的一个规划呢？之后我经纪人在这问他，开玩笑，我觉得我好像不太适合唱跳，我还是当回歌手吧，好好唱歌吧，然后再去学习一下，然后再去艺个考。
起鸡皮疙瘩的某人是谁？付思超，付思超那个撒娇，我的天呐，哼哼，哼哼，特特，好了，我错了。